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嫁给李金明的第5年，他和白月光重燃爱火。更糟的是，我得了癌症。我以为可以一直做他的好妻子，白首不离。没想到他把我赶出家门，还转移资产，让我负债几十万。如果我死了，他会难过吗？不，他会笑出声来。我突然不想死了，属于我的，我要拿回来，这辈子就要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醒来，我已经在病床上，全麻的劲儿还没过，不能动。护士问12床家属在哪，他工作忙，晚点来。我挣扎着回答，护士撇撇嘴，没有说话。我自嘲地笑了下，也明白他的意思。临近午夜11点，金明穿着燕尾服，墨镜没摘，走路带风。他只待了5分钟，就抬手看看表，快12点了。我回家，明天还有会。今天我去了看芭蕾舞表演，他把海报放在我手里，美能镇痛，你多看看。他走后，我打开海报，上面印的是著名芭蕾舞蹈家谭媛媛的独舞。我并不惊讶，因为她是我丈夫的白月光。我和金明结婚5年了，我一直知道，我是金明的现实选择，不是理想选择。我是山里走出来的孤儿，右手还多了一根手指，很自卑。金明是城里长大的孩子，擅长文艺，因为迎新晚会需要民族歌舞表演，我偶然地走进了金明的生活圈。我们总是玩在一起，但他的女神一直都是舞蹈系的谭媛媛。大4时，媛媛收到了法国芭蕾舞团的录取通知，金明立刻也申请了法国交流。没想到1个月后，金明突然回国，他家破产，无力继续留学的费用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。痛苦的时候，是我陪在他身边，顺理成章的创业、恋爱、结婚。只是白月光回来了，偏偏在我做手术这一天，平静的冰河出现了裂隙。出院时，我收拾好病床，等了好一会，金明说会来接我，但最终只等到金明的微信语音：浩宇找我开会，今天不能去接你了。没事，你也是为我们这个家打拼。我忍住心中酸涩回他，可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！等公交的时候，我想起求婚那天也下着小雪，嫁给我爱的人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公交车一站一站地停，我数着窗上的雪花落下融化，就像我做家庭主妇之后年复一年，没有意义。可能公交车真的太慢了。我打开家门，发现金明已经回家，他在沙发上坐着，房间里只有钟表的滴答声。你回来了。金明转头看我，我们离婚吧。他甚至没有等我进门，钟表的声音消失，世界在这一刻停止转动。为什么？医生说我有很大几率能好起来。我佯装平静，放下行李，在沙发上与金明坐成对角，但忍不住双手扣在一起，想止住发抖。公司正在融资的关键期，我的夫人需要帮我打通各个方面的关系。金明的话总是能让一切都那么合理。你身体不好，我不愿意让你受苦受累，可是我嘶哑着开口，我们的家，你就这样不要了吗？我的家。金明环顾了一圈，房子我妈买的，家里的吃穿我买的，现在你连身体也不行了，小孩也没生出来。金明揉揉太阳穴，没有心情再和我探讨下去。你有什么价值？你哪点配得上我？他站起来走进书房，明天去公司谈吧，我安排了律师，留我一个人。从沙发上无力地滑下来，我每天照顾你，难道不是价值吗？你娶我就是为了价值，难道没有爱吗？我勉强站起来，想和金明谈谈，
但他已经把书房的门锁了，在里面打电话，好像还有隐隐的笑声。头脑一直混混沌沌，想到他昨天说我丑的那些话，我勉强起来化了妆。我化一会，用手撑住盥洗台歇一会，化完还是脸色惨白，嘴唇血红，黑眼圈遮不住。金明并没有等我，我自己去公司。在公司等电梯时，看见吕浩宇拿着搬家箱出来。浩宇是金明的大学室友，也是除了金明和我之外，公司的创始人。他看到我这个惨样，想过来扶我，奈何手里的东西太多，只好用身体挡住电梯，让电梯等我一下。我用眼神问他这是怎么了。浩宇苦笑，和金明闹掰了，以后只有你能劝他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电梯门已经关上，恐怕我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会议室里，金明和律师已经在等。公司在急速扩张，财务亏损，您享有金总1半的股份，也就是说要承担几千万的债务。鉴于您的经济状况，建议您放弃。律师说。我摇摇头，表示公司也有我的心血，我不想放弃。婚姻存续期间的收入夫妻平均分配，我是不是能分到一笔钱？我试探着问。金总的年薪是1元，律师公事公办的回答，所以您每年能分到0.5元。我记起3年前，公司正在走向正轨，金明决定让我回家，但很多老员工有些遗憾。为了稳住人心，金明宣布他的年薪降为1元，和公司同呼吸共命运。我当时觉得他真是个英雄。夫人，您要没异议，就可以签字了。律师唤回了神游的我。离婚协议书已经在我需要签字的地方贴上了小黄签，而金明签字的地方早已经签好。他大概从我检查出生病那一天就在准备了，迫不及待。我把协议书往桌子里面推了推，我不签，这不公平。金明额头上的青筋跳了跳，我知道他马上就要发脾气。我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兜里，想掏出抗躁郁药物赞安诺给金明。他对事业和生活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和浪漫的幻想，当没有达到预期时，会陷入极端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，我会给他来上一片。冷不丁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惊讶地接起来，是医院住院部，说我出院之后一直没来结清费用，大概多少钱？您没有社保，全部自费，所以总费用是35万。医院说。我侧头转向金明，你没给我上社保。金明不知在和谁聊天，边看手机边微笑，头都没抬。你又不是我员工，我为什么要给你上社保？我大口大口的呼气，做手术的伤口剧烈的疼痛起来。金明，你真好意思。我举起手指对着墙上印着的 logo， 这是我的手指。你敢说公司没有我的功劳？公司的 logo 是金明照着我的手指画的，6个手指的手掌在装辣椒，大拇指上有一颗小痣。公司生产酱料的最初版本也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蘸水。金明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还想一直躺在功劳簿上啊？律师狗腿的补充。这一切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。这么多年，我好像第一次看清了他。我眯起眼睛，金明，小心天打雷劈。搬家那天，我的行李中最贵重的东西是欠金明35万元的欠条。尽管撂了狠话，现实中我却无力回击，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因为我要向金明借钱还钱给医院，否则这些欠费就要从辛苦救我的医生工资里扣。我干不出这种事。写下欠条时，金明大慈大悲，
钱不用着急还，回老家去吧。你不适合北京，但我的病还需要定期复查，无法回去。这些话已经没必要再和不相干的人说了。北京的晚上，大风能把人吹跑。我拽着小小的行李箱，选择了公交车，随便上了一辆往城外开的公交车。不一会就困得睁不开眼。等师傅把我叫起来，我已经到了5环外，接近6环蚁族群居的位置。漫无目的地下了车，找了最便宜的半地下室住了下来。这个城市灯火辉煌，已经没有一盏属于我。想我这27年的人生，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？枯坐，所有的问题像毛线缠在一起，没有头绪。第2天还是如此，直到第3天傍晚，窗户那传来有小猫的声音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它在叫我救它。喵，我回应了一声。这些天来第一次出门，窗下果然有一只玳瑁，它没跑，伸手抱住这软软的一只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只是摸起来，小猫的肚子特别硬，该不是怀孕了吧？我抱着它到处找宠物医院，医生检查过后说它刚刚生过小猫，但小猫没活下来，导致它胀奶乳腺炎。为了保命，只能切除乳腺，同命相连。玳瑁猫最难领养，要是没人管，只能绝育后放归了。医生看我意有所指，我伸手想摸摸它，没想到虚弱的小猫咪闻了闻我的味道，居然用爪子抱住了我的胳膊。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信任，尽管经济拮据，我还是收养了它，给它取名叫虎喵，像老虎一样的小喵咪。背着猫包，拿着医生送我的猫粮和猫砂回地下室，第一次发现原来夜晚的蚁族聚居区这么热闹。面条、包子、盒饭在橙黄的光下蒸腾着雾气。饿了，买了面条带回家。虎喵也努力爬到猫粮碗那里，扒拉了几口猫粮，吃了饭，头脑中的毛线团也理出了第一条线。大家都这样艰难又欢快的活，我还矫情什么呢？我也会做饭，我也能给别人带来温暖。先赚点钱，把虎喵和我的饭解决了。狠了狠心，我把剩下3个月的药费和生活费拿了出来，买了2手餐车，开始做烤鸭腿。鸭子是便宜的食材，但是比较腥，在我的老家，去腥是一门学问。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调味料市场，终于凑齐了10种辣椒，混合出还可以的胡辣子味道，做鸭腿的腌料。身体情况所限，我只在晚上推着摊子到附近的大学城，卖完就走。那里下晚课的时候，人群更集中，站在大学城门口冷风中，大学生们闻着肉香，找到了我的摊子。饿极了的学生尝了一下，边吃边点头。1个星期后，我发现大学生们在我出摊的地方等我，笑称我这是饥饿营销。哪有什么饥饿营销？我加上了他们的微信，答应他们什么时候出摊，提前群里通知。姐姐，我发现你鸭腿好吃，你还会选地方，真是做生意的天才。女孩子对我夸夸。我烤鸭腿的手没停，但是脑子还在不停旋转。是啊，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呢？是当时和金明、浩宇一起创业的时候吧。去工厂里盯灌装，一家一家的拜访渠道商，在超市里问装作促销员，问顾客好不好吃。我好像都干过这些事情，连同做家庭主妇的付出被金明刻意忽略了。我也为了和金明保持一致，也压抑了。但这些思想已经化作了我的血肉。也许我可以很快还上钱，给自己治病，给猫咪换个阳光房呢。想到这，嘴角翘了起来。回家之后，虎喵迎了上来，用尾巴挂住我的小腿。喵喵表示欢迎。我拿出卖鸭子老板赠送的鸭肝鸭心，
他跳起来勾走吃了，生活好像又多了一丝热气。我揉了揉腋下，手术的地方还是有些痛，下周要尽快去医院再检查一下。我边想边拿出手机给猫咪拍个照。你怎么还没回老家？许久没声音的金明微信跳出来，后面跟着一张模糊的我迈鸭腿的照片。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回复，点开金明的朋友圈，发现他正在卖力地宣传金氏调味料品牌代言人的发布会，明天即将官宣。那张代言人是谁的预热海报上，我一眼认出那是谭媛媛的剪影。怪不得她要尽快离婚，保住自己的财产，以黄金单身汉的身份追求白月光。我是弃子，连猫咪都不如。举起虎喵，我对他说：“你现在就是我的家人哟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”猫咪仿佛听懂了一样，喵了一声，说不在意。我却做了一晚上的梦。先是在发布会上，美丽的代言人出现，大家指着台下的我说：“你太丑了，让代言人当老板娘。”接着是圆圆和金明结婚，我上去抢戒指，粉钻戒指一下就碎掉了，变成糖果。大家都哈哈笑我，说你只配吃糖。惊醒发现天亮，出了一身冷汗。猫咪在我手肘里睡得正香，我只想在无人在意的角落苟活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总是阴魂不散。晚上，我边管摊子边听大学生们谈论就业与升学。你还真在这？抬头一看，居然是吕浩宇。他戴着金丝眼镜，还是一丝不苟。我诧异：“你怎么找到这来了？听说你离婚了。”我来看看老同学。他晃了晃手机，我看到那张金明发给我的照片也在他手机里，投资人给的。其实我去公司离婚那天，他也被开除了，起因是公司刚刚拿了一笔大融资，浩宇趁机提出要把公司的股权厘清，按照40:30，30来分。没想到金明把咱俩都踢出去了。浩宇苦笑：“我害了你？奇怪，我离婚的时候账上没钱啊。”我一问，旁边大干鸭腿的大学生插嘴：“因为他用财务手段重新做账。”看我俩都看向他，大学生缩缩脖子：“我是学会计的，嘻嘻，我注册了个新公司，正是邀请你加入。”浩宇殷切地看着我，我摇摇头，递给浩宇一个鸭腿：“不了。”我没啥用。浩宇正要说什么，一辆突然奔驰在我们面前急刹车，下来华服的两位是金明和圆圆。我和浩宇都愣住，他俩不是应该在品牌发布会上吗？金明下车就气势汹汹地逼近我：“不是让你回老家吗？还在这赖着？”浩宇挡在我身前，我轻轻地拨开了他：“我可以自己面对。你有什么资格问我？我爱在哪就在哪，我是你的债主，不回老家就还钱。”圆圆试图拉住金明，冷风中不合时宜的裙子和高跟鞋让他瑟瑟发抖。“你脸皮真厚啊，离婚1分不给，还让我欠你几十万，你是男人吗？”我也不示弱。浩宇和圆圆都是一惊，大学生们也不再埋头苦吃，一起抬头。金明恼羞成怒：“让你不走，让你不走！”他举起凳子要砸餐车。“金明，你动手我就要打110了。”浩宇压制住金明的手。金明气鼓鼓：“跟我斗是吧？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他拨打了政府工作电话：“我实名举报大学城的鸭腿摊子无照经营，一点活路都不给，是吗？”我拽住金明的袖子：“滚回老家去！”金明轻蔑地甩开我：“大不上车，有病就吃药，别影响别人。”我不甘心地补了一句。圆圆小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今天发布会出了点状况。”然后就追上去，可能是跑得太急，圆圆2只脚的高跟鞋落地的声音一深一浅。
按照规定，我的收入所得和餐车都被没收了。没办法，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概念，我确实没办相关资质。一直陪我忙前忙后的浩宇陪我出来。你知道为什么金明一定要让你回老家吗？因为他在招股书上写的你是联合创始人和研发负责人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离开了金氏。不等我插话，浩宇推送给我一篇文章，内容是金氏官宣品牌代言，未受资本市场认可。本来在发布会上还要宣布融资，但由于我的离开和股东认为找代言人是瞎花钱，导致在最后关头股东们没有增资。怪不得金明会来砸场子，你非常有价值，不要妄自菲薄。浩宇又问：加入吗？我抬头看他，阳光刺眼。加入，死无葬身之地前搏一把。回到家，虎喵很生气，喵喵喵的过来问我为啥一夜未归。我摸摸他的头，我去给你找更多小鱼干了哟。他使劲拿脑袋蹭我。和浩宇约好了他的公司好滋味见面，办公室里放了几十个小碟，既有市面上热卖的复合调味料，又有很多贵州和四川特产的辣椒。我眼睛亮了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感觉回到了家乡，把现在好滋味的产品弄到碟子里。我尝了一口，确实很像金氏。我说，不过辣有余，柔不足。浩宇推了推眼镜，不应该呀，我负责生产，每个环节我都了解。金明胃不好，辣椒都是在米汤中浸泡晾干再打碎。我解释，这一点保留到金氏的产品里，也是金氏好吃的最大秘密。怪不得所有的原料都从他妈妈那里过一道手。浩宇踱步，但是咱们作为后来者，必须得在口味上有创新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口味吗？我笑吟吟地补充，是小时候妈妈做的辣酱，她会先把辣椒用竹子烤一下，很清香。按照记忆，我和浩宇复刻了小时候的味道，舔了一下，我俩都笑了。我能站着吃一整块馒头。浩宇比了个赞，只短暂地高兴了一小会。我和浩宇又开始发愁成本，有金氏在前，我们的价格肯定不能比它高，但是多了一道工序，为了控制成本，只能从源头上找方法。我们需要专门跑一趟贵州，寻找品质最好、价格也合适的辣椒种植基地。种植基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但只有把辣椒都包销，才能达到期望的价格。浩宇觉得虽然有挑战，还在可承受范围之内。他咨询我的意见，我感到扑面而来的压力。这能卖出去吗？我可以吗？当了这么多年家庭主妇，突然要为这么大的决定负责，看出我的犹豫。浩宇说，没事，我陪你回老家看看，咱们路上慢慢想。回乡的路漫长而崎岖，山连着山啊。浩宇试图打破沉闷。我小时候每天5点就要起床上学，天还黑着。有一次差点滑到了山下，在树上挂到天亮。我发现其实我离路并不远，就又自己爬了上来上学去了。我希望那时我能拉你一把。浩宇专注开车，你已经拉我一把了。其实现在的我和掉下路的小朋友没什么区别。这么难走的路我都走了，我又有什么害怕的呢？签了吧，辣椒包销协议。我和浩宇说。浩宇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作为一个新品牌，好滋味的价格比金氏低1块钱。我们在市场上撕开了一个小口子，但没想到金氏也跟进降价，我们很难再扩大。我和浩宇在办公室里憋了一整天，也没想出什么好方法，实在无聊。我打开微信看看，姐姐，太想你了，看你做菜也是一种享受呢。鸭腿群朋友们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我灵光一闪，要不我用咱们的调料直播做菜，
大家可能爱看，网上说什么的都有。浩宇有点担心，要不我先上？行。可浩宇实在是一个太板正的人，坐在那里干讲我们的产品怎么好，到最后直播间也没有超过10个人。直播完，我追了上去，浩宇，靶向药医保能报销，我现在状态很稳定，你让我试试吧。第2天，我开始直播做菜，靠着鸭腿群里的朋友宣传，慢慢有了人气。浩宇做一个靠谱的食客，一声不吭的吃得盆干碗净，大家爱看我做饭，也爱看他吃饭，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摸鱼。墨鱼 CP 也开始有外地的渠道商开始主动问我们进货。我和浩宇机长看起来从贵州进的辣椒可以不用积压了。在直播间里有人评论：姐，金饰越来越难吃了，你也不管管。我去超市买了1盒尝尝，确实变苦了，香味也没有，应该是把贵州辣椒换成了外地辣椒。浩宇分析，但金饰现在还挂着我的 logo， 这是在砸我的牌子啊！我很生气，穿上大衣去金饰找金明。我本以为要等很久，没想到前台说金总在等您，很快就让我进去了。你气色不错。金明露出了大学时的灿烂笑容，他好帅。我今天是不是很丑？我一下又回到了之前的模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心神。你换了原料，但现在还挂着我的 logo。我单刀直入，要不你把 logo 还给我，要不你把原料换回来。你终于肯来找我了。金明起来关上会议室的门。你回来，我给你董事的位置，否则毁掉你轻而易举，毁掉我轻而易举。阿莫，你醒醒吧，他一直在和你谈生意，你还想和他谈感情？我自嘲地对自己说，金明，给你1个星期改变，别说我没警告过你。隔着办公桌，这一刻，我出离了刚离婚时的愤怒，冷静得像个陌生人。离开时碰到了圆圆，电梯里只有我们俩和尴尬的沉默。我率先开口，你的腿好点了吗？我上次看你走路有些不舒服，前几年跳舞跳得太狠了，现在需要很多钱治疗。圆圆惊讶于我的细致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了，更不知道已经离婚了。没事，没有你也会有其他人。圆圆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变量，和我一样被外表迷惑的可怜人。等了1个星期，金明没有的任何改变。我决定把这点告诉消费者，甚至没和浩宇商量。晚上，我在直播间解释了2种辣椒的不同，并请素人蒙着眼盲测。大家都尝出来，外地辣椒做出来的蘸水和金饰一模一样，不好吃。直播间一下涌进很多流量。如果觉得金饰不好吃，无论是否已经开盖，给我们寄来，我们免费送2瓶好滋味。我把流量转化成销量。结束之后，小伙伴兴奋地冲上来拥抱我，姐，卖爆了！我长舒一口气，也和走上来的浩宇拥抱。大家都着急下班，很快直播间只剩我和浩宇，仿佛在家中的厨房。晚饭后的夫妇在聊天。阿莫，我最开心的事情不是创业，是又能和你在一起了。浩宇的脸色微红，这么多年，你好像在罩子里，听不到我说话。现在，浩宇的身体又往我这边靠了靠，我心中一凛，立即躲开。浩宇，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2次。我们是合作伙伴，谈感情，伤钱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是说，想让你做联合创始人，有第2大投票权。浩宇打着哈哈，敷衍地换了话题，但我和他都知道，他想说的不是这个。幸好我及时制止了。第2天，情况急转直下，直播间里涌入了很多不好听的话，炒作、婚内出轨、丈夫好友、双面间谍，还有脸直播。
欠钱不还，老赖滚粗，甚至还出现了6只表这样的热搜。不用想，是金明找人做的。我完全没想到会有公开的羞辱。我在直播看评论的时候僵住，像是身处荒原，又被扒光了衣服，一下回到了被离婚、被辱骂的那些日子。不小心邮件到手上，疼得一缩。浩宇赶快让其他的同事替我，眼神失焦地走下台，不知道怎么回的家，关上门都没有换鞋，一下子扑在了床上。平时只要回家晚就喵我的虎喵，此时伸个懒腰，猫步走过来，关心地闻了闻我的脸，确认我还没死。虎喵在我的胳膊和躯干之间挤出了空隙，舒服地躺下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虎喵喵了2声，叫我起来弄猫粮。我没动，它没理我，自己玩去了。5分钟之后又回来，骄傲地舔舔毛。啊！这下我直接吓得我坐了起来。虎喵拿爪子拍了拍它逮到床上的壁虎，意思是你快吃吧，还热乎着呢。愚蠢的人类，我确实愚蠢。难道小猫靠可爱就能生存吗？不，关键时刻还要有尖牙和利爪。虎喵彻底吓醒了我。面对那些网暴我的人，我一味退缩就能躲过吗？我要反抗，哪怕是对着虚空，也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力量。我请同事把所有的差评都汇总起来，做了分门别类。再次直播，我没有做菜，而是一一念起了差评。我先感谢了那些提意见的人，比如盖子不好打开、保质期时间太短等，保证我们会尽快改进。对那些觉得我离开金氏是背叛的，我简短说明了离婚是对方提出，我没有拿他1分钱。事实如此，真诚是最好的钥匙。最后，那些无脑骂我的，我一一点名，你们很快就会收到律师函。我盯着直播摄像头，像是能看见他们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我不接受调解，我会和你们死磕到底。舆论爆炸，财经、娱乐、新闻、女性等都有各自的解读。有人说我是新时代的女性，也有人说我最毒妇人心，有的说这就是一场炒作，为了给好滋味宣传，也有的说这是 play 的一环。最终我还是会与金明复合。为了保护我，浩宇不再让我直播，评论也让小伙伴筛一遍再给我看，但无意间我还是会看到。整件事越演越烈，看到后面的发展和解读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只是大家借着这个由头发表自己的想法而已。可笑，他们在骂我，也不及当时金明骂我的伤害大。金明是我的价值，金明是我的天。现在我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，不会因为网暴而减少1分。想开了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热度很快就下去，但好滋味的市场确实随着这场黑红事件扩大。现在睡不着的只有金明。鸭腿群里的朋友们说自己做不出我的味道来，我是不是可以做好了给他们？咱们想到一起了，我正想拓展预制菜，我和浩宇正商量下一步的计划。投资人电话突然约我们吃饭，鸿门宴。我疑惑，最近利润不错呀，不知道要闹哪一出，先看看。幸好我和浩宇盛装赴约，在场还有金明和圆圆。圆圆手上戴了一个5克拉粉钻戒指，金明送的，让圆圆答应做他的女朋友。金明在我面前故意牵起圆圆的手，肤如凝脂，粉钻最适合你，不像有些畸形怪胎。有一瞬，我想把手指藏起来，但我克制住了，不能怂。圆圆也不习惯这样，她只让金明牵了一下就把手抽回来。金明羞辱完我，又去找别人高谈阔论。趁着拿冷餐的时候，我悄声问他：你还好吗？他声音阴哑，腿还是很疼。金明说要我配合他，
才能拿到代言的费用。他眼里有泪花，又忍了回去。他打你了没有？他说我是个只会勾引人的，帮不上他。没有人比我更懂他现在的感受。我递给他一个盘子，下面压着我的名片。他把名片悄悄地藏到了手袋里。果然，这场和投资人的晚宴是金明撺掇的。他游说投资人们，两家调味料竞争只会降低利润，投资收益不大，不如让我们合并，推高利润，助力金氏上市。方案摆出来之后，我和浩宇互看一眼，浩宇立刻明白我的意思，婉拒了哈。我们不想再被踢出来，但是他们有备而来，表示如果你们不同意合并，我们就撤资。即使我们布局了预制菜，我们比金氏增长得更好，但总体来讲，金氏更大、更稳妥。一夜之间，我们将再次面临一无所有、负债累累的窘境。桌子底下，浩宇握了一下我的手，声音很坚定：“不，我们还是拒绝合并。”我点头表示附议。谈判破裂，整场我没有和金明说一句话。散场之时，金明忍不住拦住我：“阿莫，回来吧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公司不能没有你，我可以随时甩了圆圆，我本来都要上车。”这句话把我气笑了。就像你甩了我一样吗？金明，你不爱我，也不爱圆圆，你只爱自己。我们的车开走时，金明还站在原地。我没空想金明是真心还是手段。我和浩宇首要的工作是找钱，尽快找钱，找很多的钱。资本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。这个赛道本来就窄，大家互相认识。金明答应这些投资人，只要不投我们，就有机会在金氏上市时分一杯羹。我本来就不认识什么投资人，全靠浩宇一家一家的跑。眼看着他脸色越来越差，胡茬越来越长，直到浩宇自己所有的资金耗尽，我们已经发不出工资。坚持到最后一天，所有员工都下班，浩宇一个人在办公室松了领带，摘了眼镜，独自消化失败。我去便利店买了2瓶酒，喝点。浩宇在沉默中拧开了盖子，很快我俩都半醉，干脆都坐在地板上。浩宇的头靠着我的肩膀，我没法拒绝一个失忆的人。我以为这次会赢，赢了金明，赢到你。浩宇，我离过婚，还得过癌症，我不能害了你。我温柔地看着他，他迷离地看着我。我也不是没相过亲，但每次面对别的女孩，都会想她哪点像你，哪点不像你，对人家也不公平。他把头伸过来，认真地解释。我闻到他带着酒味的荷尔蒙，理智被冲破。管他呢，反正世界明天就毁灭了。我低头衔住他的唇，温热的，柔软的。浩宇愣了1秒钟，然后用手拢住我的头和颈，给我最热烈的回应。星空中绽放烟花，我的脑回路突然接通了。我想到一件事，我往后撤，想和浩宇说话，但浩宇一直纠缠，只能用手轻拍他的胳膊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浩宇，浩宇，松开。”浩宇恋恋不舍地放开。怎么了？有个被金明打过的投资人，我们可以问问，有这么个人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浩宇很上头，还想追上来吻。几年前，当一个投资人质疑金明的时候，他突然对投资人动手，说人家是酒蒙子，还一把推开了想要阻拦的我。那个投资人之后拉黑了他。金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开始吃抗躁郁药。我推开浩宇，我记得那个人姓张，喜欢喝酒，你赶快查查。乘着月光，我用直播间的灶熬粥做小菜。浩宇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这个张董的消息，只了解到张董的办公室在国贸，但联系方式没有。我们拿出最好看的餐盒，包装好，在办公楼下蹲守，等8点。
8点半、9点、9点半，人还是没出现。浩宇有点泄气，要不咱们走吧？回去干嘛？喝酒的钱都没了。我半开玩笑，半威胁。这时，张董一边揉着脑袋，一边要进门。我赶快拦住他：“张董，您还记得我吗？”他一脸模糊，我只好举起6指的手：“哦，你是那个混蛋的老婆，已经离婚了。我把全世界的阳光都挂在脸上。您吃早饭了吗？我给您准备了早餐。”还真没有，昨天晚上喝高了。谢谢你啊。张董看起来心情不错，趁张董喝粥的机会，我们力图说服他投资我们，既可以让金明不爽，又可以赚钱。张董哈哈大笑，这个赛道我确实很久不看了，但是你们，我要投。我们松了一口气，签对赌协议。大喘气的张董让我们的心又提了起来。张董的对赌是要求我们必须先于金市上市，否则加利息全数赔他，约等于判死刑缓期执行。上市成为我们和金市的生死之战。据说得知我们融资，金明把办公室能砸的都砸了。本来以为动动手指就能压死的蚂蚁，居然靠心肺复苏活了。他很愤怒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只平静了2天。浩宇和其他所有曾在金市、现在在好滋味的同事都收到了律师函。金市对这些人启动了竞业协议。根据竞业协议，浩宇和同事们3年内不得从事相关行业。大家那个时候都觉得竞业协议根本用不上，随便签一下。没想到时光变化这么快，浩宇惨笑，这下真是怎么也逃不掉了。幸好他小气，还有我这个漏网之鱼，连社保都没有。我不在竞业协议之内，浩宇卸任，但保留股权。我从联合创始人变成了 CEO， 和金明正面对决。下班时，公司的工位空了一小半，我暗下决心，要为这些同事争个未来。金明约我在国贸旋转餐厅吃饭，说要谈谈双方停战。等我到达时，他已经等在那了。你变得更好看了。金明温柔而专注，桌旁有999朵玫瑰做成的花束，但我已经没有任何波澜。他帮我拉开椅子，单膝跪下：“阿莫，我现在一点都不开心。你才是世界上最适合我的人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我们结婚，我给你世界上最棒的婚礼。”离婚的时候，我曾无数次幻想这个场景，现在居然很平静。不可能了，金明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幸福过，也真的受伤了，我不后悔，但也不会回头。金明没想到我会拒绝，跪在地上愣了好一会神。他不会注意到我口袋里的手机开着录音。转天，金明向圆圆求婚的新闻成了城中热点。趁着这波关注，金市给老产品降价，并推出仙云弄巧高端产品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说白了，也是为上市造势，看着是爱情，实际上是生意。我每天忙着招人、生产、市场、融资，根本无心关注这些八卦，都是从闲人浩宇那听来的。他现在帮忙照顾虎喵，研究市场新玩法，彻底放松。吃饭的时候，他舒服地伸展四肢，软饭真香，然后靠近我求包养。果然不工作是最好的医美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浩宇。没心情，先把好滋味救下来再说。我推开他：“你也找点别的事做。我最近在研究虚拟货币，真是一个赚快钱的好办法。要玩玩？”我惊讶，不太像他的性格，风险太大了。金明应该感兴趣。不小心提到金明，浩宇立刻噤声，看我没什么反应，才放下心来。你把资料发我一份。我擦了擦嘴，我去工作了，你收拾一下碗筷，
收到数字货币的资料后，我转给了一个陌生微信，把赚快钱、无法监控资金流向2点标出来。那边没有回复。上一条微信也是我发的，是金明向我求婚的录音。尽管非常努力，但金氏的上市准备还是比我们快。金氏已经提交招股说明书和申请文件。张董特意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你要还债的话，可以来做我的生活助理。张董，我们还没有输。我回复，别忘了，我还是金明的前妻，你们不是早就分割完财产了吗？愣了将近1分钟，张董终于反应过来，小姑娘有手段，我看好你哦。他哈哈大笑，挂了电话。从被离婚那天起，我就在自学法律，碰到法律系的大学生来买鸭腿，我就问，他们又帮我咨询他们的导师。金明能通过合法手段转移财产，我也能通过合法手段狙击他。我为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太久。我向法院提出对金明的诉讼，要求重新审议离婚案。1、离婚时财产分配极度不合理，要求重新分配婚内共同财产。2、金氏商标侵犯个人肖像权，要求删除商标，不予使用。浩宇翻看着诉状，问律师：赢面大吗？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我说，法庭上金明方表示，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双方自愿签署，没有异议。本着对家庭主妇的劳动补偿，同意我不必再支付欠金明的35万。我方律师指出，之前的协议存在欺骗，不具备法律效力。同时提出，金明先生患有躁郁症，长期对我进行精神虐待，要求精神补偿100万。听到躁郁症3个字，金明不顾法庭秩序，站起大喊：编的，骗子！如果让人知道他情绪不稳定，他给自己塑造的阳光青年企业家的形象就崩塌了。资本又怎么能相信他能带领企业穿越风浪，成功上市？况且这个备受瞩目的案件还有这么多旁听记者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我的代理律师表示，我方有证人可以证明金明先生长期服用药物，这个证人就是金明的未婚妻谭媛媛。其实，在法院受理这个案件时，我就已经赢了，因为涉及财产问题，法院需要对金氏公司95%的股份进行保全，禁止转让。只要这个官司一直打，金氏就一直不能推进上市，为好滋味赢得时间。但这还不够，不但要杀人，我还要诛心。我要让金明把他对我的无价值羞辱，对媛媛的荡妇羞辱全部还回来，让他社会性死亡。媛媛一锤定音，金明一直在服用赞安诺。金明脸色灰白，颓然地坐回椅子上。他知道这辈子他都不能当企业家了。1年之后，好滋味成功上市，又隔了1个月，我的案子结案。虽然没有拿到诉求中的全部要求，但是也赢得了商标和10%的金氏股份，终于赢了。我给那个没有备注名的微信号发了过去。你的腿怎么样了？手术完在恢复中，医生说应该可以跳舞。这个微信一直是媛媛在用。以金明的性格，即使媛媛和他结婚，他也会用婚前协议的方式，让媛媛1分钱都得不到，更不会为他治腿。这样媛媛就永远离不开他，折断鸟的翅膀，把他关进金笼子，再讽刺他为什么不飞上天。这个套路，媛媛已经在我身上看得很清楚了。和我联合，在金明极度亢奋的时候，说服他购买虚拟货币，再把这些钱通过无法追踪的路线转入自己名下。对媛媛来说是最好的方案。官司输了之后，
金明更加沉迷虚拟货币带来的巨大刺激，无心经营。很快，金氏申请了破产保护，在国内混不下去。金明出国，专门从事虚拟货币交易，还说和我们规规矩矩生活的人相比，他才是真正的金融大鳄。随便吧，他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自己的命运自己负责。为了庆祝浩宇和其他同事竞业协议到期，更为了庆祝医生宣布我临床治愈，春节放假前，我们邀请全体员工在公司吃火锅、包饺子。公司已经成了虎喵的游乐场，他常来这里享受众多人类对他的膜拜。现在他正装模作样的把一个同事的水杯往地下推，同事不但不阻止，还一边拍照一边说好可爱呀，只有先爱自己，才能有别人爱你。这个道理我居然是从一只猫身上学到的，果然是愚蠢的人类。我微笑着回过神来看手机推送，昔日青年企业家海外流浪，疑虚拟货币投资失败。照片里金明头发蓬乱，胡子拉碴，智能推送一点都不智能。我自言自语，点了不感兴趣，减少推送。看什么呢？浩宇凑过来问，软饭烹调秘诀给我吃吗？我们俩边说边融入包饺子的队伍。活着真好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